有机会吹冷气，赶快趁现在吹，不要没有冷气的时候，只能全身大汗在那边干灌痰。我们今天的核市场是先进的哦，它是3代里面最新的机组哦，全世界就日本有，还有美国有一台。结果民进党一上，把它干掉，彻底干掉。民众党是很神奇的物质，对，向心力极强，铁板一块，没错。你什么人讲什么，屁都没用。这是国民党，国民党孙中山创立是兴中会，但是同盟会是3会合一啊。革命前夕，章太炎的光复会直接跟孙中山对干，所以他们这种分裂是有传统，孙中山都压不住，所以这种尿性都深植在他们的 DNA 跟骨髓里面。他们必须要想到，第二波团给绿温系不外，而且要团结所有非民进党，对，大家都要站出来干独裁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第一，我要郑重感谢馆长上次去帮我们站台。过去内账刚爆发的时候，因为我做会计的出身的，所以我对那个很敏感。老实讲，柯 P 的账真做得很糟糕。我也老实跟你讲，他真的做得很糟糕。对，但是被绿营拿来当枪使，老实讲，我始料未及啊。所以基于这个被当枪使，还有基于大家的感受不好，还有今天最后导致柯 P 被关进去这件事情，我是深感抱歉，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但是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团结在一起。今天不管你支持我或支持馆长或支持其他人，只要你反赖清德，只要你对民进党的暴政倒行逆施已经忍受到一个极点了，请你一定要站出来，一起来捍卫台湾谨慎的民主。一品下面拐柯文哲拐到降息，一品下面拐黄立锦路，一品下面去抄收为东部。一下还要掰吗？因为我们台湾人老实讲，我们很乖，我们是顺民，我们的血性在日本人来屠杀，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时候，真的损失太多了。可是今天我们不得不站。柯文哲今天有没有罪？他要有一个公正司法审判。可是你把它搞成东厂这种事情，我是不可能接受。所以你19年就变成韩粉，还是18年？应该是这样。18年韩国瑜来，那个时候我还是素人，我也没有去接触什么，但是我就看到他的广告，我就我这两个柯 P 学妹最有意思。而且你也知道，那个时候其实柯 P 是我们年轻人最多人的支持。那个时候我还算年轻人的时候，然后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柯文哲嘛，然后又看到多了一个吐槽，很有趣啊。然后天娱大战嘛，然后最主要是影响是那时候罗志祥搞了一个100辆公车，一辆公车1万，他丢了100万，他选台北市议员，他跑来高雄丢公车，所以就到处都是。然后我阿妈就问我说，一修啊，现在吐槽一起上啊，我看公车卡这样，然后我就去了解一下，原来韩国瑜来了。那其实我一直不算是真正的韩粉，只是说确实那时候蛮支持韩国瑜的。到了19年的时候，韩国瑜宣布要选总统，其实我是非常不同意的，因为我刚刚你把咱隔用棒伞，而且我们家比较绿嘛，那你想这个板块移动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。可是呢，老实讲啊。新闻在报哦，该很细，几辆查凶者，几等查高球，所以就觉得说这么太扯淡了吧？那么全部你们媒体乱讲一通，所以就想说帮韩国瑜讲点话。然后我妈，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上班，一起工作她说你打刚讲我要听啊，你不讲我把人听啊。我我可以得讲啊，你不是有个粉专？我说好像可以。那问我们那群网友嘛，说讨完你再来直播看看呐。那时候脸书直播也不是很流行，直播。所以你从几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？19年正，然后7月4号正式登录 YouTube， 因为第一次脸书直播不错，有几百人在线，觉得很振奋。以前只有我妈一个听众，加上我们那群网友。后来7月4号登录 YouTube 之后，流量不错，然后就从那时候就做起来。但是我一直秉持一个信念，因为我们读历史系的就是不粉政治人物啦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宗旨，但是我会挺愿意做事的政治人物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跟韩院长维持着还不错的关系。黄仁勋讲了一个大实话，他说台湾不应该污名化核能，其实简略来讲应该投资核能。那你对于这民进党这一波的操控，我在Twitter上面也看到一大堆人在骂说，最好笑的就是说，他说黄仁勋哪懂什么电力啊，哪懂什么能源啊，更不懂核能。首先第一个 AI 算力的增长伴随电力是100%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你们现在电脑 power 越来越大， power 越大，然后算力越来越强啊，真的差很多，才个4-5年的时光，电脑的落差的代数，那就说因为现在导入的晶片什么的东西越来越好，所以你没有电力，家家户户都在用电力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你家是老公寓的话，我不要说外面跳电，我就说你自己的电盘跳电，是不是比例变高了？你去给他等下来，自然把能量使用就变多。所以黄仁勋讲的是直指问题而且他很清楚这里面的最大关键是什么？污名化。今天大家都看到为什么要启动核电？因为人类已经到了第4波工业革命的时候，你的能源没有上去，请问你的工业如何发展？那结果台湾是世界上最逆行的，我们的肺癌已经是全台湾第1名，连年亚洲第一，而且连年蝉联第1，超过肝癌，超过其他的癌症。重点是既不煮饭，以前要家人煮饭嘛，没错，也不抽烟，
那问题出在哪？烧好烧满嘛，而且今天进入晚上了，听说是104%，都超额烧，而且还偷开，甚至呢不惜怎样？那一天创下一个记录嘛，澎湖烧油来反逆向输出，有缺电缺到需要离岛来反向输送嘛？我看到一个新闻这样写，我是觉得很扯啦。然后还别说了，像核四的那些本来是拿来供应抽水机的发电机组，结果现在都拿来偷并联网。那他的说法是什么啊？我1个月要做一次安全测试啊！你核四个修起来是被测试上挖哥啦，测试上小为的跨不？讲白了，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边缘之地，就是其实我们电力系统现在非常紧绷。对，但它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用掩饰太平的，而且让你实质分区停电。怎么做呢？反正我就把我的巡路奖金砍掉。这个东西我是问过核四王厂长的哦，他跟我说他在的时候不可能有这种事，但是他退休之后，整个台电变得非常多。巡路奖金是什么？就是以前台电一定要有去巡电路。定期要更换一些老化电的一些载具，可是把你砍掉之后，你去巡没有钱啊，而且放任它坏掉，大家都不巡，就让它弄坏啊，就这实质分区停电嘛。所以他现在我认为短时间他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收拾的，所以青鸟就乱飞嘛。那下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现在怎么应对？他们现在一定会想办法转弯，然后一直拿小型核电这个托词来说，拿核废料来说，你刚才提的都非常好。所谓的小型核电要商用化，至少是第4代嘛，土堆或者是镀堆。好，现在全世界做第4代做最好是谁？哎，对，阿公啊，胖，又自己脑回路要1根筋2头堵，又挂了。这个所谓的核废料，根本意义上它根本没有这么强的污染性。不然蓝屿放那么多年，蓝屿人要不要绝世得白血病啊？事实上，所谓的高阶核废料，大部分就直接放在了核电厂。当初设计它就是有一个，而且重点是那些高阶核废料，现在因为我那天也有邀力专家台电的那个，对，他也讲说这个东西其实美国要啊，美国是觉得那个东西是有价值，你给我啊，回收再制嘛，对，他觉得你不要，你给我啊。法国也可以做啊，人家都已经讲那么白了，而且 AIT 也讲说你不会处理，我帮你处理啊。AIT 已经 say 了他3次了，打他3次耳光了，可以。你是为什么不用？可以，你为什么不用？最后第3次说，那我帮你处理啊。我老实讲了哈，美国川普政府上台之后，对民进党的压力是空前巨大的。最近川普去绕了一次中东回来，拿了2兆美元的订单，当然里面很多是灌水的。但不管讲，王爷们知道川普要什么吗？结果川普干了一件超屌的事情台湾人都没感觉。45年对叙利亚制裁，在没有条件之下就解除了。他连要求说你叙利亚要承认以色列占领你叙利亚戈兰高地斯都没有，还建了他们被认为是列入恐怖分子的当时的这个所谓的 HTS， 就是沙姆解放政权，现在的叙利亚的临时政府的总统萨拉，当时叫做朱拉尼，他化名。你看这个人是化名，他是恐怖分子好吗？把他解除了。25年来第一次跟叙利亚政府的总统见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买到他要的。你会发现川普政府永远给的是空白成绩单，他不给你答案的，也不给你任何，你看你要怎么做。那聪明的人就像这些沙特王爷，这些白袍子国家，头顶一块布，天下我最富。反正呢，就算我不富，你还是觉得我很富，因为我挖个洞就有油嘛，往下凿就有钱了。所以他可以带他很多，然后给他很棒的，比如说你看那个卡达，这个他送他一台飞机，为什么送他空军1号？因为他知道川普最堵拦就是那个空军1号都更新不了，他就抓住他的心思，这叫做打点，打到点上。你说今天舔哦，你要舔的人家有到G点会高潮嘛，要人家可以 juice 出来嘛。你把舔那个东西，你这跪在地上趴，你又趴不到，还拿不出来，那你就 GG 了。最坏的示范就泽伦斯基啊，就是打不到点上，还跟川普吵架，现在被川普晾在一边，被打得乌漆抹黑了。所以你知道今天民进党最可悲的地方就是，当川普上台之后，他MAGA派嘛，MAGA派就只要利益，唯利益没有是非。就你刚才讲的，如果打过来怎么办？你价格给不够美军一个兵都不减不出，还加强把你送出去。所以民进党现在我觉得破罐子破摔了啦。高雄这个龙门吊难道今天要买的吗？也不是啊。但是为什么他们明知那么明目张胆，他们要这样做？没法度啊嘛。台湾我就很早跟大家讲，历史哥今天来这边哦。对，那很多人现在没有办法回答阿管，他们只能盲目的说你中共同路人，对不对？我再次讲，全台湾、全世界所有制造业现在的龙头，全世界第一就是中国，没错。而且在民进党执政这9年的时空背景下，电商几乎现在99%，就是你根本就是被中国整个吃光了。对。然后我一直说赖清德，你赶快救救我啊，因为我做电商的啊。对啊。你要把他们都禁掉啊，这样台湾人才能做啊。不然我们要面临的什么？我们要面临的是中国的廉价。以前你说它是工业垃圾哦，现在是垃圾吗？不是。那龙门吊是垃圾吗？我也讲啦，这机啦，这来啊，这全部都是对啦，这也都是啦。白呀，它的牌子不是中国的，但它其实内核全部中国。对。阿公，我跟你爆个料，我几年前我们客户都打来哭诉，他说那个标规里面哦，都要求
北塞有中国贼。我说我规个市场吹无中国贼。他说啊，我说那你们健身场怎么干？大家都偷改标啊。哎，对啊。所以你看几年前、高雄不是常常冒出来说什么那个标签下雨天掉了，然后里面是 Made in China，然后那些偷改标的企业是什么都有关系，都有把苦的。前阵子那时候高雄不是用无人机吗？无人机有几个难攻的攻克的点啊，一个是无人机的那个莫达，无人机是4轴嘛，4轴要同步，你要有协调，你那个莫达要很精准嘛。另外是它那个晶片，还有一个最难的是大家比较少想到编程，编程就是你那个 AI， 因为无人机要做秀，它也有编程，它可以自己飞。对，然后你要输入，然后摆字啊，摆这种动画，那个编程全部都是简体字。高雄就露馅过啊，曾经卖表演的无人机队下来，里面编程是中国的，没办法啊，我要看到他们都说什么中国其实飞弹是假的，船舰是烂的，飞机只有那几台飞得起来。没有，我觉得真的台湾人真的不要精神胜利法了。我当然，因为我身为台湾人，而且你是军人退伍嘛，对我军人退伍，历史哥也是。我们当然希望台湾世界最强，不要说比中国强，世界最强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啦，谁不喜欢？但是你他妈看过吗？你他妈事实到底是什么？还有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到底怎么对军人的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给你一个破烂的、不合规格的防弹头盔，不合规格的防弹背心，连这个军人他在战场上就靠这2样东西赖以为生呢。对，有时候不会死，你真的相信我，因为你被子弹打过嘛。我跟你讲，他妈的，那个真他妈的，那个就像扯线木偶，有没有？那个线直接被剪断，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，你的意志力是我想爬，你连爬都没办法爬哦。被枪打进去，那个整个神经都是断掉。因为你看到电影那边中枪还可以这样，他中枪有没有？然后他继续这样有没有？那个跟你啦，那个真的是好小，你一灌过去，你整个人就瘫了，真的。所以那个防弹板跟防弹头盔多重要，他照瘫啊。贪不误啊，而且你知道那最早是民进党议员揭发的，就把他压下去。不是啊，他检查还是没过啊。是啊，那到现在还没有人办还没有人送办，简单就是他在砍嘛。对啊，那我就问一个合理的就好，你8-9敢不敢讲？所以我们现在尽力的要去导正，让台湾变得更好。历史哥也是一样，我也是一样。那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希望未来历史哥我们大家可以让台湾变得更好。